大笑。没事，我们两个到歌舞厅等我。我要跟着你。又是约法三章。快走！小心点。
站起来！现在见到结局了。你的刀不够快。杀你足够。你想听什么？一个死人临死前的自白？对于你来说，了解一个死人的历史又有什么用？这算是一种娱乐方式，还是你的怪诞癖好？我只是感到好奇，青帮中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物？带着你的好奇，下地狱吧！啊！
你可真是了不起。现在怎么样？还想听我临死前的自白吗？你要在这儿开枪杀了我，有何不可吗？换了是我，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慢慢的看着敌人一点一点的死去，那才叫享受。我是个实用主义者，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。只要能杀死对手，在哪儿都可以。开枪会引起恐慌，也许会有无辜的人死去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可真是个冷酷的人。你恐怕也并不仁慈吧？不过，我还是准备接受你的意见，找个僻静的地方杀死你。明智的选择。走。你可真快！往前开。要去哪儿？按照你的话说，去僻静的地方。该死的地方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也许我们可以谈谈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放了我，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你的麻烦。为什么？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我为什么要怕你找我的麻烦？你听说过光复社吗？没有，这与你的死活有什么关系？当然，甚至包括你的死活。是吗？那我真应该仔细听听。你
刚才说到光复社，是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由青帮各堂口、人社、横社和被打散的国军弟兄组成的帮会组织。马志成也是这个社的。是，不过他是个小角色，很小的角色。是这样，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也许你可以加入我们。哦，说说看。你的身手枪法可以说是出神入化，而且又是青帮大哥，现在社中急需你这样的人才。只要你归还了小都会歌舞厅，我就介绍你入社，怎么样？怎么，我的话很可笑吗？你以为我是3岁的孩子啊？编个故事就能受骗？介绍我入社，还要归还歌舞厅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你那个什么光复社谁都想加入啊？能重用马志成这种蠢货的组织，好得了吗？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想想自己怎么死。哎，你不要冲动。也许我没有把光复社的情况对你讲清楚。光复社有几千人，有自己的工厂买卖，小都会歌舞厅就是社里的产业之一。入了光复社，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可如果你不知好歹杀了我，你就不会再有清静了。杀你的人会接踵而来，直到你死。为什么我的手会发抖？心里怕得要命。害怕你的什么破光复社要了我的命啊？你连自己的性命和舞厅都保不住，凭什么敢来威胁我？哼！准备死吧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开车！快，再快点！我脚都快踹到油箱里去了。快，前面左转，往繁华路东路，走愚园路，向北江路方向到南江路。快，快转弯！你没看见我在转吗？轿车，立刻停车！立刻停车！立刻停车！怎么样？甩掉了没有？还在后边跟着呢。他奶奶的！转弯！前面的车，立刻靠马路边停下！立刻靠马路边停下！看前面！行了，你给我闭嘴！小心！哎呀！你们的轿车干嘛呀？立刻停车！前面的车，立刻靠马路边停下！立刻靠马路边停下！前面的轿车，立刻停车！前面的车，立刻靠马路边停下！
快追！说吧，你想怎么交换？让我先见一见于如萍。那我要先看看模板。科长，好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好啊，我喊1、2、3，你交箱子，我交人。好， 1、2、3。少爷，准备好，准备什么？跟着我。炸弹！好悬呐！险些中他的道。看到了吧？这就是燕双鹰，他早有准备。难怪连你对他都那么忌惮，这个人实在难缠。社长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！快走吧。摇钱树和苏鹏都准备好了。放心吧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走走。枪声停了，姓简的肯定被打死了。我觉得也是。双鹰，那箱子怎么会爆炸呢？箱子不会爆炸，是我在里边放的炸弹。你还好吗？害怕吗？跟着你就不害怕了。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待会儿炸弹一响，你马上跑到对面搓澡台旁的矮墙后藏起来。准备好了。
不在这儿，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出去看看。出去看看。打！弟兄们，打死他们！好，手雷！卢平，快，把他拖在矮墙后。伤在肩头，流了很多血。橘子，橘子，橘子，谢谢你。你还好吧？我很好，橘子。现在你相信我可以为你死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。橘子，橘子，橘子！他不行了，还有呼吸，得马上抢救。走，离开这里。怎么办？从这道门进休息室，然后绕到大门前。好，走。
这间休息室里，至少有3支枪对着我们。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到？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，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。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，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，他们就在这间屋里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能相信你吗？这什么意思？能相信你吗？当然可以。这枪你拿着，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出来。好。试探过了，休息室里至少有3到4个狙击点，上面有鸟巢监视，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。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必须要找到鸟巢。什么叫鸟巢？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，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。因此，对于标靶来说，鸟巢是最危险的。现在我们就是标靶。是的。你能找到鸟巢吗？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，虚实结合。刚刚我只探出2个明点，敲掉1个，还剩1个，可暗点却1个也没有暴露，就更不用说鸟巢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，出不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也要试一试。一会儿我冲出去，吸引对方的注意力，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。不行，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，你不能出去，太危险了。不用担心，照顾好橘子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
哭什么哭？再烦老子宰了你！怎么才响了2枪就没动静了？怕是吧？他敢来，咱俩就杀了这2个女人。嗯。啊！你来了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我们得赶快离开，橘子失血过多，再不治就没命了。你是的，我没想到吧？橘子，你醒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站起来！你说什么？我让你站起来。我说过，他伤得很重。我再说一遍，站起来！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？因为你太厉害，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，我是光复社的特工，代码为1号。什么？你是光复社的人？正是。你一直在欺骗我。没错。他是为了救你，才冒了生命危险。想不到，你给我住嘴！再说话，我一枪毙了你！别冲动，他受了重伤，对你没有威胁。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你，可却总有人这样做。你知道，我并不想这样，是你逼我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，怎么会逼你？你马上就会明白。快！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，心情一定很好吧？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。现在看起来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于如萍没有让我失望，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。但说句实话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。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不，你说错了，不是逃生，我从来不会逃跑。应该说，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，不是吗？的确如此，几十名专职杀手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。说句实话，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，
令我感到耻辱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不是好惹的。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。还有那块模板，你把它放到哪里了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还能够活命呢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，就放你一马。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：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。哼，你不告诉我，一样无法活命。哦，我能不能这样理解？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，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。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。我的意思是，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。哦，是这样。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，趁早交出模板。我说过放你一马，此话一定算数。看起来，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，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？如果调换一下位置，你落在我的手里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是的，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，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；但在我手中，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。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。模板在哪儿？不要着急，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？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。这样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。怎么，不相信啊？放心，我说话一定算数，你会满意的。好吧，我想你是个聪明人，会明白厉害。当然。好极了，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，能省很多力气。我也是如此。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，准会吃大亏。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。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江西路的鼎昌里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。不错。如果我所料不错，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？是的，它是从我手中丢掉的，我当然要亲自把它找回来。从你手中丢掉？正是。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在火车上，你奉命与5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，取回模板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火车遭劫，送货人被杀。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，一片混乱，你根本无法靠近5号包厢，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，将货物取回了。
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。事情是这样的吧？不错。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，终于，车厢内安静下来。于是，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，来到5号包厢。别开枪！你是谁？我是乘车的旅客，我叫于如萍。是旅客？我当时就断定，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。你的判断非常准确，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。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除了光复社，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，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？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。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。四海鸿门会？是的，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，他们的势力也很大。可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。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。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。你继续说吧。回到滨海之后，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，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如影随形，一直追踪你的下落。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，没过多久，便关进了南市监狱。就在我感到绝望，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，你竟然越狱逃走，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。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，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。那时，你在顶仓里8号租了一栋小楼，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。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，你可真是处心积虑。看起来我家中2次奇怪的被盗，也是你的杰作吧？是的。起初我想，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，应该不会特意隐藏。于是，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，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，却没有找到模板。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。于是，几天后，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，全面搜查，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。可笑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。对不起，我并不想骗你，但行个事尽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当时我想，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，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，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。
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2天。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，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，进入你的办公室。九头，哎，九头去哪儿了？于姐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找九头。好。啊。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，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。当天夜里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。你怎么像鬼似的？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。哦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，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。于是，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，利用你对我的感情，绑架我，将你引到浴室，在这里设下埋伏，逼迫你归还歌舞厅，交出模板。哼，说得好，利用我对你的感情，这可真是条妙计。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我到来之后，情况失去了控制。于是，刚刚在休息室中，杜马找到了你。你们对付不了他，是吗？情况失去了控制，现在全靠你了。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办法，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？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。怎么样？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很多人都说，
我脑后有眼。哼哼，可惜呀，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。不，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，我的还没有讲。哦，你还有故事？是啊，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，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。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？我在听。从哪儿说起呢？还是从被劫火车的5号车厢说起吧。老鲍、阿六、老李，我找到了，快去向大队长报信！你是谁？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，从外边走比较近。当时事态紧急，我并没有多想，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。然而大约20分钟后，当我再次进入5号包厢时，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。虽然她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，逃过了劫匪的搜查，跑到这里藏身，但我却并不相信她的话，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。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。也就是说，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。是的，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。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。我能够理解，被一个女人制住，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，确实很难受。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，是不是太幼稚了？啊？听我说完，相信我的话，你一定不会后悔。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，在这期间，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。然而，当我越狱逃脱后，竟然在鼎昌里巧遇了于如萍。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。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，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，我断定她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。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，找到了9号车厢，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。果然2天以后，我的家被盗了。小锦地觉得很奇怪，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，而不翻其他的地方？我心里很明白，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。然而直到此时，有关她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。当时我想，他没有找到模板，一定还会再来。为了证实我的判断，我在2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。
果然，几天以后，贼再次光临。他们走后，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，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。哎，好清楚的脚印啊！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，花纹是水波形的。你真的？还记得正是那天晚上，我突然去到你家里吗？谁呀？燕双鹰。哦，来了。好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，正要走呢。我刚刚在楼上看书，请进吧。当时我去得很突然，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，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。在门前说话时，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，那是一双绣花布鞋，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。不错，我穿的正是那双鞋。那一瞬间，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，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。然而事实就是事实，永远无法更改。今天早晨，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，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。好厉害啊！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，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。哦，有意思，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很简单，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，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，这才致使凳倒桌翻、被褥落地、暖瓶瓷器砸得粉碎。试问，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，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，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？不错，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。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，更是证明了这一点。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，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。显而易见，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，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，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。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：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，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。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，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。这鞋有什么好看的？最终，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：你与杜马一样，都是光复社的成员，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。杜马是要杀死我，夺回小都会歌舞厅，而你的任务则是
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。是的，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。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，谁知道，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，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？哼哼，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，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。我想请问，既然你这么聪明，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，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？啊？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：明明知道有埋伏，为什么还要来？是啊，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。哦，是。那模板重要吗？好了，不要再说废话了，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刚刚你说过，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，你便会杀死我，然后自己找到模板，对吗？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试一试。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，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，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。你手下的枪手众多，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。但是你是不是想过，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？你怕什么？哼，我至少不会怕你。这一点可以肯定。那么，你怕共产党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答应过，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。模板在哪儿？我的手会慢慢地伸到口袋里，拿出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当然与模板有关。相信它对你很重要。好吧。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景帝，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模板，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。现在，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。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，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在半小时之后，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。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，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——小都会歌舞厅。怎么样？这个故事好听吗？我说过，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。刚刚我说过了，虽然你们并不怕我，但是你害怕共产党，很怕。你们杀死我不要紧，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，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，当然，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——小都会歌舞厅。我相信，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，抓捕你的部下，而后顺藤摸瓜，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。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？怎么样？现在还想杀死我吗？
你是青帮流氓、越狱杀人犯，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？当然不会。但我听说，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，因此，他们虽然不相信我，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。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，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，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。然而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还可以再谈谈吗？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。记住我的话，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，失去的就越多。因此，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？现在涨价，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，你们还要拿出南江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。哦，如果可以，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。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。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，就不会再讨价还价。幸亏你提早暴露，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。社长，追吧！追个屁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几10个人对付不了一个。现在想起追了，晚了。社长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不管别的，只要杀死姓燕的，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。至于怎么办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哼！老祖宗，事情不妙啊！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，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，否则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！真想不到啊，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！若不是我反应快，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。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，就这么完了。1943年啊，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，我率领12名狙击手，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。没想到，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！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，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！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，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。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。他说的很对，只要将模板、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，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。是啊，你们刚刚都听到了，老头子只要结果，可这谈何容易啊！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，都没能杀得了他，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，又让人抓住了痛处。哎，老总啊，下面该怎么办呢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就不相信这姓燕的有3头6臂。从现在起，大家打起12分精神，只要认真对付，一定有办法。是，把这里收拾妥当，所有人立刻撤离。